不是臭死的，难道是你强行塞脚给他们，将他们气死的？这鱼气性竟是这么大呢！这话更是气得顾韶光脑瓜子疼。完了，万年英名毁于一旦呐！欢欢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无辜的，鬼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嗨，没事，大概是犯了病吧。渔夫见顾韶光面色尴尬，急忙出来打圆场，说完还好奇地看了眼这位英雄。真是牛逼呀，人家打鱼都打不到，他竟然泡个脚可以泡死这么多。这位兄台要是打鱼，肯定不会一场空，绝对满网。一群人全都往船头跑，涂善和秦老大都蹲在船尾研究他是怎么将鱼泡死的。最后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活儿。秦小富一伸脚，鱼全都跑了，反倒是伸进水里，脚在水里挂上了一条大金链子，可把那渡船人给看呆了。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我也要试试。韶光叔叔能泡死鱼，小富哥哥能挂金链子，我也想要试试。秦小富叹了口气，便3两下给他扒拉了裤子。涂善愣了一下，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身高，只感觉秦小富拎着他的双臂蹲在船尾，然后将他整个人吊在船尾。即便如此，他的脚也只能堪堪放在水面。众人一愣，随即哄堂大笑。涂善被挂在船尾才反应过来，气得啊啊大叫，风吹淡淡凉，真是忧伤。顾韶光偷偷地松了口气，大家没关注我就好，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。对了，那泡死的鱼你们还要吗？顾韶光浑身僵硬，两眼望天。不要，万一是臭死的，那鱼怎么吃啊？渔夫娘子捂着嘴轻笑。顾韶光再不敢泡脚，他如今对泡脚有阴影，那就是他的噩梦。快来吃鱼了，这鲜椒鱼和糖醋鱼味道极好，快来尝尝。那船舱中间支起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摆着不少菜。比宫里的御膳还好吃。秦小富喝了一口汤，吃了一口鱼丸，在嘴里都感觉到鱼丸的弹牙。当初那北渊皇帝极力挽留他，甚至说要在宫中给他留个位置，让他享用御膳。哼，我怎么舍得离开欢姐？我才不干呢！吃了这碗鱼汤，什么都舒坦了。那船夫和娘子听见御膳都惊讶了一瞬，不过好在很快又恢复了正常，只是之后那娘子便极少出来了。我还想听祖师娘娘的故事。好啊，我给你讲。相传无数年以前，神主与心上人行走于世间，神主见世间百姓贫苦，便想要制定法则约束精怪。到了东城呢，那心上人便住下了，但是神主心中有众生，想要去寻大爱之人，他已经寻了几千年了。他的心上人想要他留下，但神主依然离开了，只留下了几个侍从，便是东城如今国师那一脉。他的心上人叫云瑶，那姑娘便日日站在路边看着远方，日日落泪。相传她的眼泪滴在地上，日复一日便形成了一条河，是为泪河。她后来身边养了个小和尚，那小和尚某一日捧了一条鱼回来，他对着那条鱼吹了一口仙气，说：你便替我看守着泪河吧，无我命令，你不可离开泪河半步。后来便有了河神，那尾小鱼有了那口仙气，便能听懂人言。那一尾鱼是锦鲤，据说通体金色，很是漂亮。那是金色的锦鲤呀，这河里真的有河神吗？当然是有的，我当年掉入河中，恍惚间就看见一片金色呢。反正我是信的。那云瑶等来了他的心上人了吗？那个小和尚是他的孩子吗？秦小富似乎很纠结这个问题。没有，云瑶在东城住了许多年，但自从神主走后，他便患上了心疾，时不时就会心痛。他养的小和尚似乎是他收养的，还有传闻说那小和尚生来是死婴，但是被他养活了。还有人说他将自己的心脏给了小和尚，
民间传闻很多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那小和尚长大倒是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师，是千百年来极具功德的大师。他一生救人无数，不图回报。后来云瑶心疾加重，甚至还有人占卜说他失了心窍，本该早死，但他因着养出大爱之人，上天给了他活下去的根本，这才让他又多了许多年。可他最终也没能等到神主回来。少年说着便叹了口气，船舱里的众人都沉闷下来，秦欢紧抿着唇，一语不发。其实还有一个传闻，不过民间都不信，毕竟太恐怖了。我也是在这船上听别人说的，这个大家听听便罢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说是后来神主回来了，历经艰辛，他回来寻找心上人了，但见云瑶已死，极其愤怒上天，愧对他的爱人，不曾善待他的至宝，也后悔自己选择了苍生，负了云瑶。一怒之下，便将泪河翻涌之志直接入了城，一夕之间，整个城池被湮灭，甚至他还对人间出手，人间死亡无数，犹如炼狱一般。那时的一切，所有人都不敢回忆，甚至也是因此，神主被刻意抹去，除了东城和南陵，这里有他的心上人，别的国度几乎没有他的传闻，只知神尊，不知神主。这些你们听听便是了，可不要信啊！神主想来不是这般人。然而明远却在白纸上摁了一个又一个的印章，直到看不清楚了，他才笑道：哼，好了。什么好了？表哥是聪明人，应该能领会我这么做的目的吧？表妹的想法我知道，状元坊能这么快超过清雅轩，就是用的这个方法。这半年来，状元坊雕刻了20几本书的印章，1个月前他印的书突然开卖，因价格便宜，才压得清雅轩喘不过气来。明远额头有黑线，他还怕印刷术难以理解，特地要了印章，没想到他们早想到了。没办法，几年前大伯也用过，只是雕刻的成本很高，用整块木头雕刻很容易雕坏不说，浸泡沫之后还会发胀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为什么一定要用木头雕刻呢？用别的成本更高。不是成本更高，是你们没有想到便宜的好吗？陶瓷呢？苏阳怔住，显然没想过陶瓷能代替木头。明远见了摇头，他在纸上写上诗古人3个字，然后撕开，当着苏阳的面组合成古人诗，人诗古。苏阳震撼的嘴都张大了。这懂了。苏阳惭愧，轻点头。外面有丫鬟进来道：三少爷，燕表少爷来了。苏阳叹息，这一天不知道苏家多少人叹息了。表哥，李表妹不会真的喜欢燕表少爷吧？本来二妹妹和周岩的亲事早定下了，周家知道周岩喜欢二妹妹，让大伯提出除非她高中衣甲，否则绝不把二妹妹嫁给他的要求。秋闱还有几个月，没想到外祖父既然知道苏丽表妹和周表少爷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为什么要答应镇南王府？祖父一辈子没撒过谎，二妹妹确实没有和周岩定亲，况且镇南王就世子一个儿子了，他手握大锦朝1/3的兵力，是皇上最倚仗和信任的人。皇上若是知道二妹妹有益于镇南王世子的病，也会下旨赐婚的。既然最后的结果都一样，又何必拒绝镇南王，惹他不快？苏阳去见周燕，明远没了调制药膏的心情。表姑娘真可怜，有意中人却要嫁给别人。明远提笔沾墨，在纸上写起来。姑娘手腕疼，就不要写字了吧，这么难看，别人会笑话你的。强忍着愤怒，明远把信写好了，装在信封里。他没有让喜儿直接送出去。第二天，明远先去看了苏黎。姑娘，你好歹吃2口粥吧，这样下去身子会熬不住的。苏黎不说话，唯有清泪2行。你当真不愿意嫁给镇南王世子？苏黎扑到明远肩上，一阵痛哭。明远拍着他肩膀，安慰他几句，一边给喜儿使眼色，让他照吩咐办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神主去哪儿了？那他不是神主，那他还能做什么呢？他既然与天地同寿，那肯定还是活着的吧？秦小妇这一问可将少年难住了。他去找他了，
人死后都会魂归地府，云瑶死后自然也要入地府，只是他那般人，地府想来是不敢随意让他投胎的吧。传闻说神主为他大发雷霆，导致地府来了很多阴差勾魂，但是勾魂时遇见了地府判官，判官身上带着云瑶的气息，神主便去了地府。自那以后便没了音信，他能救苍生，能救天下，能为天地制定法则，能将神人魔分界，救云瑶，想必是手到擒来吧，一定能的吧。可是不是说云瑶也是与神主同时存在的吗？他不老不死，那他肯定也不是一般人啊，救他肯定不容易。秦欢心间一痛，摸了下心口，有些恍惚。他一定会救他的，神主一定能救他的妻子的。你怎么知道是妻子了？他们虽然在世行走多年，但却是并未成婚的。他欠了他一次拜堂，一次婚礼呢。众人听了神主的故事，都有些落寞，兴致也有些低迷起来。你们呐，真是见一个人便要给他们说一番神主的爱情史。全天下都知道神主是负心人才好，我也希望云瑶能被人记住，她是规则的牺牲品，众人不该只知神主不知云瑶啊。没人比他更清楚，云瑶是真的付出了一颗心，他剜出了自己的心，促成了大爱之人的产生。众人坐在船头，此刻月亮出来了，月光洒落在水面，波光粼粼。秦小富将手放在水里，没一刻钟，手掌上又挂起来一块玉坠。哇，大哥哥，你好厉害呀！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近我者富，想要富，离我近点便行。秦小富很是不在意的样子，转头便对着他爹喊道：爹，我能不能换个名字？我觉得我每次给人家介绍自己的名字都有点不好意思。秦小富，秦小富，人家不是什么威武大气的名字，便是什么文雅的雅名儿。这小子终于对自己的名字不满了。你想换什么？先说来听听。这小子只怕要学什么读书人来什么儒雅的名了吧？我觉得我这名字极其配不上我的身份。你想想，我多贵重，多大气，简直就是财富的代名词啊！姓秦简直拉低了我的档次。秦小富满是认真地看着他爹。爹，我能姓钱吗？钱招财，钱生富，钱金玉，又是钱又是金又是玉的，你瞧瞧大不大气？秦老大一口老血堵在喉咙，差点憋死。这狗崽子，憋了半天还不如我起的呢。小富哥哥，你真厉害，好有学问呀，金银玉全都有了。地不叫哥之过，丢人了丢人了，老弟啊！饶是秦欢也不知道他为啥突然就跑偏了。唉，只怪他当年为了急着下神界，找了个满身金银气息的财神，没想到后来的财神上来都免不了这个模样。他依稀记得第一任财神给自己取了个类似钱金玉的名字，当时也被众多神明诟病不已。得了，消停点吧，你咋那么能耐呢？还给自己改姓呢？你怎么不换个爹呀？那不是你老人家没死吗？我娘她那后相公不就是姓钱？我操，你这狗东西，合着你是早等着跟你那后爹姓钱了吧？爹，你别生气呀。虽然我坑了你几回，让你入了几次狱，又让你被狗咬了几次，还试图改姓，但我依然是爱你的好儿子呀。我姓不姓秦都不影响我是你儿子的。秦老大的太阳穴不停地跳动，气得脑子发晕。哎，别气呀，等他以后找媳妇，让他媳妇治他。一定要再生一个，一定要再生一个。这个废了，再练一个小的。这狗东西，气死我了！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哎，我爹的报应不会就是我吧？老子这辈子最惨的，不是差点死在外头，
也不是进了那该死的门派，也不是人死了媳妇儿跑了，而是生了你这个混账东西呀！你还知道自己是个报应呀？你还挺清楚地认识自己呀？嘿嘿，别夸，这一切都是欢姐教的好，都是跟欢姐学的。鬼才夸你呢！啊呸，鬼才教的好呢！一转眼，秦小富跟前便空了，只有个小迷弟眼巴巴地看着他。你懂的，像我这种成功人士，注定是被人嫉妒的。记住，成功的人才被记住。我可以改名叫于成功吗？小屁孩一脸认真，秦小富无语。入夜，空气微凉，便听得河边传来一阵委婉动听的歌谣。那年轻妇人脸色微变，突地坐直了身子。这声音是？这条河与神沙海相通，这便是一河一海汇聚之处。传闻神沙海上有鲛人歌声，鲛人上半身为人，下半身为鱼。鲛人性情暴躁，会以歌声引诱过路人靠近，最后进入神沙海区域，触礁而亡，被鲛人拖入海底。不可能的，咱们泪河有河神，历来都有河神保佑的。先让大家捂上耳朵，不要被歌声所迷吧。往常遇上这鲛人的，甚至还有人为了歌声大打出手，甚至还有人直接跳水而亡。娘子，不管如何，我们一家人都是在一起的，你别怕。大家捂住耳朵，千万不要被鲛人的歌声所迷。鲛人拥有最动听、最美妙的歌喉，极容易引人痴迷。鲛人？真的有鲛人吗？什么鲛人？有刺吗？这大概没有的吧。一听这话，涂善的眼睛亮了亮。其实我在这海面也很少遇见鲛人，但遇见过的几乎无一生还，偶有人生还，最后都会抑郁而终。我娘，其实我小的时候便听人说，我娘是从东城来南林的水路上听见了鲛人的歌声，但是侥幸逃过一劫，没想到生下我之后依然走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些东西都是谣传，原来竟是真的。这会儿歌声由远及近，越是靠近越是明显。哥哥，好像鸭子在叫哦。船夫怔了一下，你俩不用这个。爹，你把我耳朵都震聋了，有什么好读的？虽说唱得难听了点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吧。船夫仔细瞧了儿子好几眼，发现两人确实没有半点问题。气死我了！什么破漏嗓子，唱得恶不恶心，烦死了，吵得人睡不好觉。可以吃水煮鱼片吗？上半身不能吃，可以吃下半身吗？没有刺的那种。各位公子，各位姑娘，这鲛人在海上是一霸，不如大家进去躲一躲。这鲛人怎么来的？据说当年也是天上的神明，虽说不是什么正经神明，只是上去为神明表演歌喉的那种。后来是神主，我也只是听说是神主觉得他唱的这像嚎丧似的，也好意思称为美妙。对，当年传闻神主也是这么说的，说他们唱的像给他奔丧，一怒之下给踢下去了。他本来一夕之间被神主弄上了天，成了歌舞团的，后来又被神主嫌弃唱得难听，这不就心理变态了吗？这回了海里，但凡有路过的旅人乘船经过，他们就来这一套。不少人因为听了他们的歌声而走入深海，留在此处。那边是不是鲛人啊？你们瞧，没穿上衣，像条咸鱼似的躺在石头上。果然，那平静的海面上，礁石上似乎躺着个什么东西，尾巴一甩一甩的。听得众人的声音，他坐了起来，眼神直直的朝众人看去。那歌声唱得越发的凄凉婉转。他唱得这么凄惨，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啊？妻儿都跑了吗？他是男是女？他为什么不穿上衣？羞，丢死人了！是女的吧？雄性生意哪有这么奸细？又不是太监。可是女的怎么没胸啊？而且你瞧，她头上还有海藻，我给她丢一把梳子。秦小富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金梳子，使劲儿朝着对面扔去。
咣当一声，金梳子打在了鲛人的肩膀上。哎呀，你是不是给人打红了？金梳子那么重，会不会给打哭呀？听说这鲛人泣泪成珠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你说他泣泪成珠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这要是泣泪成珠，把他们养在神宫专门哭珍珠，其实也不亏呀。泣泪成珠啊，那他的肉到底有没有刺呀？肉老不老，嫩吗？我这么大的孩子能吃吗？好不好吃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没刺的吧。泣泪成珠也是真的，以前鲛人还多时，还会有人抓捕鲛人贩卖。不过如今鲛人强大了，抓捕的人也一去不复返了。停，先将船停在这里。秦欢眼巴巴地瞅着鲛人，方才被金梳子打得眼角带泪，眼角那滴泪一滑下，就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。快，我给套中了！以前在明城祭祀那偷的副仙神，居然真的有用。这副仙神据说连神明都能困住，别说小小的鲛人了。快，揍他，让他哭珍珠。咱们运气真好，居然头一次来就能遇见了鲛人，这一定是上天注定的最美好的遇见。给老子哭！秦欢凶巴巴道。顾韶光眼睛朝着那鲛人一横，鲛人顿时吓得打了个嗝，顿时收音。哭，给我花儿，哭一条珍珠长裙出来。哼，谁让你自己跳出来的？向来以凶残著称的鲛人端着个大木盆坐在礁石上伤心痛哭。据说还有人从此处路过，还将此写成了画本，从此在世间流传。说是那本想引诱人跳下什刹海的鲛人踢到了铁板，结果自己哭了一整夜，简直成了鲛人界的耻辱。这是哭多了，金血都哭出来了，这才是最值钱的血珍珠呢。市面上少有，但凡出现一颗，便是被人哄抢。据说那血珍珠一颗就能除煞气，佩戴在身上还能抵挡不干净的东西。船夫娘子颇有几分酸溜溜的，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突然想想自己没落到这群人手里，还能看看恶邻居的好戏，那还是赚了。秦欢从盆里抓了一把血珍珠，送给你啊！不用，我哪用得着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无功不受禄啊！给你就拿着，这里还有人哭呢，不够还有。这话说的，那鲛人哭得越发厉害了。船夫娘子看了眼两个孩子，顿时收下了，对着他深深地扶了一礼。秦欢也受了。下次遇到你，我们还来找你。鱼片还能吃吗？现在知道可怜兮兮的求饶了，害了那么多人命，怎么没见你听别人的求饶？哼，当年神主将你赶下来，你是怀恨在心，依我看来，还是神主太过仁慈呢。若你们鲛人一族再残害无辜之人，你们整个种族便就此消灭于天地间，你同意吗？我知道你是鲛人头领，你能约束他们。秦欢面上带笑，但眼底毫无笑意。那鲛人顿时使劲点头，丝毫没放在心上。我知道你会说话，你说话。我鲛人一族同意。同意便好。今日之事不过是给你个教训，鲛人一族终生不可上岸，今日不取你的命已是恩赐，你们一族若是再犯，鲛人一族便就此覆灭吧。秦欢手一挥，便转身入了船舱。倒是那鲛人一直坐在礁石上，毫无表情地看着众人。你且安生一些吧，他们都不是寻常的人。年轻妇人眼底有几分威胁。那鲛人瞧见船头众人走了，顿时声音沙哑道：你窝囊，真以为我们跟你一样窝囊吗？我们鲛人一族还能在大海里徜徉，而你却终生待在这泪河中，不可离开河面半步。最惨的是你。我可没被人捆起来端着盆子哭眼泪，
那鲛人顿时一滞，尾巴一甩，便沉入水中。环姐，你放他回去，他肯定会为非作歹的。你要是给善善做一顿水煮鱼片，那还有功德呢。善善，你2岁，是不该知道为非作歹的。我也送你个礼物吧，多谢你做的吃食，很合我的胃口。说完便给了他一个小锦囊。那你可以离开这片水域，以后上岸买个小宅子吧。你手艺好，一家人打鱼回来，有多的还可以做点小吃食卖卖。船娘怔了一下，手忙脚乱地接过东西，点头道谢。她其实不能离开泪河。娘子，咱们返回哈，这一趟咱就不载人了，让孩子们买点东城吃食，咱一家人回去好好休息几日。娘，你跟我们一起去买吧。娘，咱们有钱了，多买点糖油果子。不行，不能胡来，你娘上岸脚疼。船娘微怔，呆呆地看向他。娘，我不管。于成功见哥哥在船头没注意，便使劲朝他娘拽了一把，这一下直接将他娘拉得跌坐在地上。娘子痛不痛？我竟然不痛了。船娘想起了什么，惊慌地从兜里掏出了那个小锦囊，一张纸条露了出来。许你自由4个字，熟悉的笔迹，熟悉的气息。是他重回东城了，他重回故里了，我等到他了，他遵守诺言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我等到他了，这世间的天要变了。娘子，那个人就是你一直在等的人吗？秦欢站在码头，恍惚间眼前出现了一片荒芜，好似面前的嬉笑怒骂都渐渐地离他远去，只剩下一个孤寂又执着的背影站在此处。然后他蹲在地上刻下了一个字，身后永远跟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不曾离开半步，也不曾上前打扰他。顾韶光瞧见秦欢站在那里，心间猛地一阵抽痛。顾韶光嘶地捂着心口，脸上瞬间没了血色，眼眶隐隐有些发热。顾韶光急忙上前，轻轻拉住秦欢的双手，将他脑袋按在肩膀上。快让一下，前面那对野鸳鸯，快点让一下，我们东城的祖师奶奶回来了。祖师奶奶？秦欢2人却是没说话，只抬头看着从那艘大船中出来的女子。女子穿着一身长裙。祖师娘娘回来了，咱们的祖师娘娘回来了。东城历代国师寻了祖师娘娘20多世，终于寻到了祖师娘娘啊！眉心一颗朱砂痣，浑身带着异香，与当年的祖师娘娘一模一样啊！你们怎么知道她就是转世呢？光凭那颗痣说明不了什么吧？寻了20多世，历代国师都未寻祖师娘娘，怎么这就确认她是了呢？哼，小子，你是不懂咱们国师的手段呢。你以为跟北院那边的蠢货一般？据说那什么大祭司连自己女儿都分不清，咱们可没那么傻。咱们国师有不少法子呢。首先呢，要找出与祖师娘娘最为契合的八字，这姑娘传闻是契合度最高的。二呢，当年祖师娘娘下葬以后，虽说棺材和陵墓都被不知名的盗贼全挖走了，但那陵墓地点如今可找到了。那陵墓可只有祖师娘娘能进去，而且传闻祖师娘娘拥有大爱之心，不惧水火，这要试验还不简单。你说他知道要用火烧，要用水淹来试验他的真假不？你还别说，这边的人还真挺信神主的。若传言是真的，神主为云瑶毁了这个天下，那他们该如何是好？其实呢，如今的百姓可不管是传言是真是假，他们只信自己相信的。比如神主真实存在过，云瑶真的在这生活过，因着这些传言为东城带来了许多利益，每年光是远道而来寻神的便有无数人。那你们这祖师娘娘便是真的啦？哪能呢，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。咱们这东城
每一次国师上位都是找祖师娘娘，早就有经验了。听说隔壁北渊还有将榆木当作珍珠的，呵呵，笑死人了。咱们东城可没这么傻。首先呢，祖师娘娘不惧水火，这水火少不了的。二呢，祖师娘娘那陵墓中的各位蛇鼠虫蚁盘踞着守着陵墓，只有祖师娘娘能进。第三呢，祖师娘娘可通阴阳，也就是说可见鬼。哼，这要是假的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那陵墓还让人给盗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传出去呀。说是当年祖师娘娘死后，神主一怒屠遍世人，后将祖师娘娘的尸骨下了一道禁制，只有她能进去。大家都猜，说是神主把东西全都搬走了。不过呢，这都是传言，信不得的。道士顾韶光心虚地喝了一杯又一杯，都不敢抬头看秦欢。哎，真他妈的冤孽呀！他那会儿下了一道禁制，只有自己能进。当初云瑶已死，身子虽说不腐不灭，但道地还魂已经无法了。他便动用了秘术，散尽一生修为，凝结神体神魄，将他送上了神界，忘记前尘往事。而自己那时因着堕下神界，已经成了神界叛徒，他便剿灭了当时还不成气候的暗尊，自己上位了。因着当初神魂受损，每1000年都要下凡历劫一次，以稳神魂。命啊！你怎么今天老叹气呀？我像谁掘了你家祖坟似的。何止是掘祖坟呢，连尸骨都没保住。底下心魔汪汪汪地笑得开心，那前肢似乎还吧嗒吧嗒地玩着什么东西，似乎还有些脆响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从哪里来的呀？秦小妇见他玩得兴起，急忙弯腰捡了起来，竟是一块暖玉，像个小拇指的模样。咦，是一个故字。秦欢一翻开背面，就感觉这纸玉有点眼熟，真的很眼熟，就跟当年的顾林渊那块一模一样。这种玉还真少见，晶莹剔透，竟是纯白色。我捡了这么多年金银，也没遇见过这等玉啊。这玉捏着还暖暖的呢。这不是普通玉石，这叫骨玉，是人身上骨头养出来的。骨玉？对，是有大能之人身上的骨头，若是死后或是因意外掉下来一块，时常温养着，便会养出骨玉。骨玉很有灵性，这种东西世间也少有。这玩意儿当年在顾林渊身上看到过呀。啊，所以这块骨玉是一个姓顾的，不会是韶光哥哥你的祖先吧？秦小妇笑着打趣，丝毫没发现对面那大兄弟脸色都不对劲儿了。哎，你在哪儿叼出来的呀？你是不是刨了谁家的坟，将骨玉给刨出来了？黑狗坐直身子，一脸高傲地摇头，然后连比带画地指了指自己的前肢，在地上刨，再然后画了个人形，再然后他腮帮子一动一动的，似乎在嚼着什么，再然后扒拉出了这块骨玉。我知道了，黑狗说这是他从尸体上拔了下来的。他说自己有一次因为意外极其窘迫，便在地上翻吃的，在地上刨时刨出来一具尸体，后来他便将那尸体吃了，这骨玉他便藏起来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还能听懂狗语？我会努力学鸡鸭鹅的语言。等等，你说你吃了这块玉的主人？秦欢啊了一声，然后悠悠地抬起头看着顾韶光。好小子，好得很呐！好小子，有你的好日子呢。这东西你们若是喜欢便留着吧，这骨玉如此通透，只怕那人是世间少有的大能，是灵物。我简直是世界最可爱的崽。哎呀，他跟欢姐长得好像啊！天啊，
跟咱们画像上的祖师娘娘一模一样，真的一模一样，一颦一笑，那身姿，那眉心的朱砂痣，那容貌，都与祖师娘娘一模一样。顾少光从那女子出现开始，眉头便紧紧皱着，不自觉地拉紧了秦欢的手。冒充云瑶，好似对他没有半分不喜。是啊，他怎会有心呢？他不是云瑶。顾少光颇有几分失落，所有人都看着莲台上缓缓起舞的女子，看着她一步步地踏上水中莲叶，明明是一个女子的重量，踩在莲叶上没有半点分量。哎呀，这可是头一个呢！典籍里面记载，这么多年来了10多个冒充祖师娘娘的，第一关步步生莲就掉水里了，有的苦练10几年倒是撑过去了，却又是败在了后面几关。此刻莲池中的女子已经在莲池里翩翩起舞，一纵一跃，踩踏在莲叶上的地方顿时开出一朵朵莲花。天哪天哪，开莲花了！真的有步步生莲，步步生莲不是传说。这是真的步步生莲，这可不是莲花盛开的季节。我从典籍中见过，有几个步步生莲都是挑了本就开了许多莲花的季节，咱们这个可一个花骨朵都没有。顾韶光却是突地沉了脸，一脸的不喜。你生什么气啊？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你这脸站在这，好似那祖师娘娘欠了你的钱似的，可显眼了。秦欢还有些好笑，他自己都不气，旁边这位大神怎么还气鼓鼓的，像个青蛙？这也就罢了，明明他是最喜欢云瑶的呀。面前活蹦乱跳的，与云瑶一模一样的脸，连记忆中云瑶的动作神态都学了个10成10。他怎么就不喜欢呢？顾韶光脸颊微鼓，秦欢看得好笑，便踮着脚，小心翼翼地伸出罪恶的双手，在顾韶光微鼓的脸颊上双手一捏，噗嗤一声，秦欢笑了出来。你瞧瞧你，都气得跟个癞蛤蟆似的了。他不是云瑶，就算一样的脸，所有的都一样，他也不是云瑶。顾韶光一脸控诉，看着秦欢的眼神甚至有几分委屈。假的在那儿活蹦乱跳，真的在这儿对我毫无感觉，我的心好疼啊！你说我将他的脸皮撕下来怎么样？你说我能杀了他吗？顾韶光这话一出口，周遭好几个百姓都脸色黑沉沉地看着他。这一刻突然想揍自己啊！什么天地法则，什么成神，当年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云霓。云霓，云霓，切，云霓，云霓之别。他甚至有种感觉，他叫云霓是云霓的意思，他和欢欢云霓之别。好在他不敢叫云瑶，不然他活不过明日。他们找神主做什么呢？云瑶已经死了，神主不知所踪，他们还找神主做什么呢？秦欢轻声呢喃道，脚下的黑狗东窜西窜地窜了出来。听得秦欢这句话，狗脸上似乎有几分古怪，甚至满是窃喜地看着秦欢。这该死的东西，他早早的便感觉到神主出现在世间，只是还未寻到身影，便被秦欢变成了狗。如今还看着他和那不要脸的小白脸打情骂俏。等神主回来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至于秦欢，神主心心念念了他几十年，心魔即便是不喜欢，也绝对不会让他与那小白脸在一起。他便守在这儿，绝不让人绿了自家主子。顾韶光瞥了心魔一眼，这狗腿子，等回去再弄死他。你瞧你瞧，我就说韶光哥哥和那黑狗有些猫腻吧，他们都眉目传情了。我觉得韶光哥哥可能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癖好，他喜欢狗，我觉得他对狗有不可告人的想法。秦欢嘴角一抽，差点给了他一巴掌。那穿着裙子的雕塑便是祖师娘娘。咦，这个穿着蓝衣戴着帽子的小和尚是谁啊？是他和神主的私生子吗？
那是祖师娘娘救下的大爱之人，这是一个得道高僧，他出生便断了气，是祖师娘娘剜心救他，成就了他，成就了神主。那个得道高僧叫什么？叫阿音。只记得典籍里祖师娘娘时常叫他阿音，自从祖师娘娘走后，他便从未回来过。当然，也有人说他被盛怒下的神主杀了。阿音，秦欢呢喃一声，脑海里又出现个少年。那少年光头模样，第一次见他还是在乡下老家。那时他明明眉宇高贵，透着隐隐的贵气，却顶着个光头，一路跟着秦老太太来了村里。走到他跟前，眸子带笑，明明整个人都极其温和。见到他的一刹那，他好似整个人都活了过来。我欠你一样东西，我会慢慢的还给你。秦欢心间一动，右手捂着心口，心间有力的跳动，比起曾经他刚下凡时半点不同了。不管如何，如今祖师娘娘回来便好了。当年我们一族丢了祖师娘娘，不曾照顾好她，如今好了，如今好了。找回她又如何？当然是将她送回神主身边。秦欢条件反射地看向顾韶光，顾韶光正蹲在地上与那条黑狗对视，俨然不对头的样子。秦欢看了，脑瓜子嗡嗡的。心魔是神界派下去的堕神，成了暗界的护法。那神主呢？秦欢不敢想，能得心魔如此效忠，秦欢心里有几分想法，但太过骇人，不敢相信罢了。明日上午，我们便用火烧，用水淹，再带他去陵墓。国师说完，便兴致勃勃地走了。谁都没发现，那条黑狗突然朝着国师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龇牙咧嘴。入夜，秦欢一行人便住进了新居。这院子年代可久远了，那大人是个好官，这宅子还是从他祖上传下来的，最值钱的就这宅子了，在东城都是极其有年头的。那这家子人打理得极好，依住是连丫鬟小厮一块接手的，一进门就有热乎乎的饭菜吃。难怪东城之人都长得高大，这食物倒是比起我们那边要油腻一些。秦欢点了点头，说起来这般油腻还极其合他的胃口，也真是难得了。等会儿吃了晚膳，大家便早些休息，明日便一块去凑热闹。正说着呢，外面咔嚓一声，似乎是要打雷下雨了。门外突然也传来咣当咣当的敲门声。救命啊！求求您救命啊！夫人要生了，救命啊！门一开，二话不说便跪下了。我娘子要生了，我们是从乡下来京城走亲的，求求您救命啊！那男子惊慌失措，身后传来女人哎呦哎呦的小声啜泣。来，快进来吧，府上有接生婆，好在这屋子前主人尚年轻，府上一直养着医女。秦小妇此刻让人张罗好了，那年轻妇人还来不及拜谢，就被男子抱进去了。才开门就有妇人敲门生子。秦欢手指一掐，眼中一亮，门外站着的姑娘眨巴眨巴眼睛，站在雨里。你快进来呀！你站在雨里做什么？当心淋病了。姑娘哦了一声，然后站到了屋檐底下。秦欢看着她，总感觉她怪怪的。你别理我大女儿，她有些病，当心冲撞了各位恩人。我叫念英，曾经有一个男人对我讲，他叫普度众生，等他成功升退便娶我为妻。多年过去了，我找遍了所有寺庙，都没发现他的踪迹，不知道是不是当翻账了。你们别听他胡咧咧，他从湖里掉下去后救上来就这样了。哪里来的男子，整天拉着穿僧袍的都上去喊相公，上个月吓得那小和尚差点摔断腿。说完还瞪了他一眼，女子却脸上带笑，不以为意。爹爹，他说了，等他普度众生完就会娶我。闺女啊，你怕不是在什么时候被人给骗了，还普度众生，我还驾着七彩祥云娶呢。正想再教训教训女儿，生了个儿子，恭喜恭喜！可取名字啦？
秦欢倒是喜欢那叫念音的姑娘。娶了，就在方才我重新娶了一个，我们一家子姓雷，女儿叫雷念音，这名字是他抓周那日自己抓的，小子就叫雷震，被雷给震出来的。男子喜滋滋地抱着孩子，也不管能不能进产房了，自己便跑进去了，拦都拦不住。雷震，爹，你认真的被雷给震出来的，我那可怜的弟弟哦。秦欢和顾韶光却是对视一眼，顾韶光看了眼门外响彻不停的惊雷，归位了呢。快，要上火刑了。今儿一早，府外不少人都抓心挠肺的不得安宁。秦欢等人过去时，已经火烧云霓了。云霓穿着一身轻纱长裙，那长裙带着淡淡青色，火势凶猛，将她整个人包裹其中。那热浪让人隔着好几米都忍不住再次后退。女子淡漠地站在中央，那火舌竟是触及到她的裙角，便飞快地缩了回去。秦欢站在边上，身后不知谁手脚一重，似乎不小心推了一下。秦欢一个没站稳，便朝着火势倒去。众人惊叫一声。此刻秦欢一只手已经撑在了猛火中。秦欢愣了一下，秦小妇立即将他拉回来。欢姐，你小……秦小妇看着欢姐光洁的手一怔，秦小妇呆了。秦小妇脸色忽的一变，深深地看了欢姐一眼，随即便面色急切地将秦欢挡在身后。欢姐手都烧烂了，我带欢姐去找大夫。说完便死死地按住欢姐的手臂，扶着她往外走。果然只有祖师娘娘才能拥有如此神通啊！此刻已经不少人信了10成10，朝着火势中央的那个女子行跪拜之礼。伤着了吧？要小心点儿，还好没伤着脸，不然可了不得。路旁还有人担心地问道。秦小妇沉着脸，脸色难看，众人倒也没怀疑过什么。秦欢心中有些不安，小妇只怕是发现了什么。欢姐，你是不是瞒我什么了？我以为我会是你最亲的弟弟，与你最亲近的人，可是你居然不相信我，这般大的事你居然不告诉我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就算你不是他，可我也是真心当你是姐姐的。秦小妇咬着唇，眼中含着热泪，看着秦欢的眼神带着几分失望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瞒你的，可是我若告诉你我是神尊，我是云瑶，我是那个老石子祖师娘娘，你怕不是以为我有病？这么大的事你居然瞒着我，你居然不告诉我就喜欢上别人，我还傻傻的给你物色姐夫，你有没有拿我当弟弟？说好的一起单身到老，你居然偷偷的动了心，还是那么一个……秦小妇指着秦欢的脑门戳了一下又一下，随即重重的叹了口气。啊，少年，你的关注点有点清奇呀。欢姐，你怎么能喜欢那样一个男人？我若见了他，便是见了他的坟都要给他刨了。我若见了他，便是见了他的坟都要给他刨了。秦小妇气狠了，秦欢讷讷地笑着，哪里敢帮神主说半句话。家有傻姐真是头疼，不行，得早些将欢姐嫁出去了。欢姐，你有没有什么心仪之人啊？不行，你这眼光不行。秦小妇怀疑地看着他，捂着脑门，一扭头便猛拍了自己的额头一巴掌。欢姐，你说你怎么这么让人不省心呢？欢姐，你说说你怎么喜欢上这种东西？要是让你自己学，不行。秦小妇现在完全是有种被剜心支配的恐惧。相亲吗？苦等一生，最后还剜心的那种。秦小妇打了个哆嗦。气死我了！就上面那个杂碎竟还是冒充的。秦小妇本来气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，但一想，
让那杂碎做神主的心上人吧，我欢姐才不稀罕。其实我也没怎么吃亏，真的，毕竟我最后还将他的尸骨喂狗了吗？你居然背着我偷偷有过一次心上人？哎，走吧走吧，要是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可怎么办呢？被人拐卖了都不知道，真是让人不省心。快点跟紧点儿！两人从巷子里出来时，那云霓正好毫发无损地从高台上下来。秦小富凉凉地看了一眼，便带着秦欢走了。那女子朝着秦欢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微微蹙着眉头，似乎有些不解。下午时，很快又当着众人的面实验了一回，果然他水火不侵。明日是不是他们就要去祖师娘娘的陵墓呀？听说当年被人掏空了，这些年东城除了祖师娘娘，将一切都重新布置了回来，只等着寻回祖师娘娘有个交代。咱们要不要去看看呀，欢姐？去什么去呀？一堆尸骨有什么好看的？到时候我死了，你看我的行不行？你这个蠢东西，还让欢姐去看自己当年的惨状，去吊唁一番吗？看自己惨死的模样，看自己的陵墓，这他妈真是见鬼了！涂善被他瞪了一眼，嘴巴撅得老高。你的骨头有什么好看的？肯定是一身铜臭味儿。漂亮姐姐就是死了，骨头也是香的。呸！你这个小东西，这么小就知道美丑了？别忘了你才2岁。你骗谁呢？3岁的小哥哥小姐姐早就知道美丑了，长得好看的就说这孩子长得真壮实，长得真高啊，真壮呀，真可爱呀。隔壁王小二傻乎乎的，大家都夸他这孩子老实，长得好看的就是貌若天仙，像我这种就是真俊俏。你以为我傻呀？小富哥哥，你就是那种真可爱的孩子。涂善双手叉着腰，可得意了。我告诉你，小富哥哥，你别把我当2岁孩子。是，你2岁半，你2岁半行了吧？还是个长相俊俏的2岁半。本就是啊，昨天有4、5个小妹妹将府上好吃的送给我品尝呢，还为了争抢谁坐在我身边而打起来了。涂善还一副美滋滋的样子，秦小富惊讶地看着他，这小子行情这么好，为什么我都12、13岁了还没人找我？是我脸上长得太老实，还是才气没外露，身上的金子挂太少了？那后来呢？那他们打架可不得要观众啊，我在那儿给他们加油啊。最后5个人带着一脸伤，哭着跑回去了。秦欢听完不由捂着心口，娘呀，这群瓜娃子哟，我是造了什么孽，跟这群二愣子成了朋友？知道美丑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看祖师娘娘的陵墓。走吧走吧，欢姐，你长得这么美，以后肯定比祖师娘娘的尸骨好看，真的，你最美，你天下第一美。走吧，去看看。秦小富哀怨地看了眼欢姐的背影。你说我将欢姐嫁出去的几率有多大？顾韶光浑身一滞，随即很快恢复正常。如今咱们远在外地，对周遭更是不熟悉，若是随意的将欢欢交托出去，欢欢被人欺负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你说的很对，那可怎么办才好呢？
东城这些神棍还要将云霓选出来送给神主，到时候发现欢姐才是祖师娘娘，那可怎么办？到时候发现欢姐才是祖师娘娘，那可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尽量选熟悉之人，若是家世清白，为人正直更好。秦小妇若有所思，做我后娘不好吧？毕竟我爹已经有了圆圆了，虽然还未成婚，但我爹和欢欢到底是有一场父女情谊的。怎么了？快喝口茶！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被水呛着了？你也觉得不妥吧？还后娘，老子想劈死你！不知道现在招到雷来劈死你，欢欢会不会原谅我？对了，韶光哥哥，你军中总有些好儿郎吧？我记得你以前有一个副将，对吧？对，咱们离开北渊时还听得陛下对他封赏呢，是不是他？他上个月呀战死了。秦小妇，我先去寻欢欢了，你快来便是。顾韶光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脑子真是被门夹了，才会以为秦小妇这瞎子能看到我。我这个苦哈哈的大龄单身男子哟。这么快就死了吗？真的假的呀？怎么没见他悲伤啊？秦小妇3两下追了上去。悲伤着呢，你没发现我本来吃2碗饭，如今都吃3碗了呢？这是化悲痛为食欲呢。你没瞧见好几天我眼睛都黑了吗？像是通宵没睡似的。这是在缅怀我那死去的兄弟呀。那韶光哥哥你要节哀才是啊。刚说完，便见一个穿着盔甲的男子从面前经过。将军你也到了东城吗？属下竟是不知，属下奉命前来东城探望东城陛下，没想到竟是能遇见将军。顾韶光浑身已经僵直了。秦小妇指了指那男子，这不是北渊封赏那位吗？不是死了吗？你快去巡逻，别胡思乱想了。你哥死了，你得好好做事才行啊。等忙完了，本将军再来寻你。去吧，节哀吧。那兄弟话还未说完，便被他推出几米远，摸着脑袋一脸不解。我娘就生了我一个，哪儿来的哥哥呀？再看将军脸色凝重，便猜只怕将军有什么特殊任务，这才点了点头，一脸凝重地走了。自从他哥哥死了，这孩子变疯了，脑子时常不清醒。兄弟情深啊。顾韶光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秦小妇这才叹了口气，没再追究此事。顾韶光见躲过了未来小舅子这一劫，心中才松了几分。韶光哥哥，你怎么知道陵墓在哪？他们不是说好不容易寻回来的吗？秦小妇还听说，其实陵墓几年前便寻回来了，只是修复的差不多了，今年才昭告天下。我事先打听过，我能不熟吗？还记得那一时自己放荡不羁的爱自己，居然将欢欢的坟整个挖走，真是作孽呀。怎么还有皇室中人啊？为了镀金，在东城，国师他们的身份高于皇室，皇室的那些皇子公主或是京中的儿女，若是跟着祖师娘娘这个名头走一圈，便会水涨船高。所以他们对民间办了一场选拔大会，全东城的孩子都可以参与，选出优秀的孩子跟在祖师娘娘的身边。那谁赢了？是一个皇室的孩子。顾韶光剑眉一凛，似乎有些不屑。看来皇室孩子各方面还是比民间孩子厉害很多啊。秦小妇有些服气，顾韶光瞥了他一眼。别人都是比吟诗作对，再比武，各方面都要拔尖之人，但那孩子不一样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叫做《我的皇帝爹爹》，所以他全票当选。我的皇帝爹爹，他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毕竟所有民众对皇帝都有着天生的畏惧，这么一来，谁还敢赢过他呀？听说本还有个很厉害的孩子，但是最后见到小太子，家中强行要让他认输，最后
他将小太子打得头破血流，将小太子打得趴在地上嗷嗷大哭，然后他认输下去了。等会儿你便能看到，站在云霓身边的便是小太子和小公主。那云霓既然经历了这么多关，只怕这一关也是能完胜的。那么他便跟神主去吧。欢姐依然是我的欢姐。也是，欢姐跟传说中的云瑶一点也不像。云瑶多愁善感，云瑶天真纯粹，欢姐嘛，强大沙雕，站一块儿都不一定有人能将他们当成一个人。两人赶到时，已经到了泪河边上。顾韶光瞧见之前来时遇到的那艘小船又回来了。娘子当心些，外面太阳正大，你要凑热闹也记得将水带上呀，到时候有人就成干鱼了。船夫还小声地打趣妻子，最后引得妻子也是一个嗔怪的笑。顾韶光莫名的有些羡慕，知晓他是河神，还带着水，以防他被阳光晒伤。唉，我的欢欢只会埋了我，还变着花样的埋我。顾韶光两人追了好一会儿才追上秦欢，众人沿着河一路往上走，那周遭也越发偏僻。咱们先开陵墓进去吧，几千年了，陵墓从未见过外人，只有我们进来做过修复，里面的一切都是按照当年祖师娘娘下葬时的模样修复的。云霓一定是她。您先请。这陵墓是当年伴随在祖师娘娘身边的童儿修建的，里面每一寸都是她所雕刻。其实她是世间少有的大能之人，在世间拥有极高的功德。她所建造的陵墓，所打造的墨玉棺材，都拥有能让人尸身不腐的能力。咱们实在做不到，只能尽力恢复外在模样了。辛苦你们了。开陵墓，这陵墓很是邪门，只有我们这一族伺候祖师娘娘之人才能进去，若是旁人进入，便会被隐藏在底下的毒虫瞬间蚕食。这也是当年陵墓被人掏空了，至今查不出来的缘故。那咱们进去不会被咬死吧？那可怎么办啊？欢姐，我有个问题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伤心，不后悔，不心痛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，我也不怨恨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回自己的墓地，重回墓地，墓地重游，还是头一个呢？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感想吗？秦欢悠悠地看向他，你这说的是人话？我就算不说人话，我也想做人的。欢姐不会一怒之下剁了我的脑袋吧？这小子怎么越大脑子越不灵光？难道那句话说的没错？给你开了一扇窗，就得给你关一扇门？是这么说的吧？给了他数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金钱，但拿走了他的脑子。欢姐，你真没什么感想吗？能回自己的墓地，这是多难的事儿啊！躺进去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心静自然凉，反正一点都不热。我觉得你和涂善好厉害啊！涂善还是关中产子，这大概就是身边小伙伴太牛逼了，自己太平凡了，自己只是一身铜臭气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是嫌你爹你娘死得太晚了？要不你当他面说说。我爹已经气得要生老二了，我怕自己再惹他，我爹会气得当街暴毙，老二都生不出来了，那我不就成了秦家的罪人？秦小富不敢再得罪欢姐，急忙看向陵墓那边。此刻众人簇拥着云霓站在中央。开陵墓，开陵墓，开陵墓！按照规矩对陵墓大喊3声，只怕惊扰亡灵。按理来说，门一开便会有灵气四溢的，但因着祖师奶奶丢了，所以里面的灵气便溃散了。这地面是玉石铺成，一直铺到了最里面，通道两旁是夜明珠，夜明珠几千年都能散发出光芒。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灵池，那池子里据说是有一对并蒂莲的，但是我们努力了好几年，凡间莲花完全没法在里面生存。
据说那对并蒂莲若是修行久了，还会修成人形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那对并蒂莲虽然找不回，但其他东西都尽力修复了。现在便请云霓姑娘进去吧。云霓微咬着下唇，眼神有一瞬间的摇摆。云霓身形微顿，外面便骂了起来：谁家的狗，乱叫什么，滚远点！那狗便嗷嗷地跑了。这是黑狗的声音。顾少光眉头微皱，脸色不大好，总感觉这东西要给自己闯祸呀。你还说自己与黑狗没什么关系，你都能听出属于它的声音了。你这小崽子，老子对你姐姐有意思，总不能打草惊蛇呀！啊呸，打腹惊欢，我才没那么傻。此刻云霓站在陵墓前待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大国师轻咳一声，他才歉意地笑了笑，抬起左脚站了进去。一站进去，他便感觉到空气中的阴冷直直地窜进他的身子，让他的牙齿忍不住打颤。他只能死死地咬着牙，不让人瞧出来。脚步落下，第二脚还没进去呢，从角落里便隐隐传来什么细细碎碎的声音。云霓的额头隐隐带了汗，只见那角落里爬出不少毒虫，正聚集在两旁，让他呼吸忍不住一滞。那毒虫一点点地靠近他，云霓脸色苍白，指甲都深深地掐进了肉里。那毒虫不断地靠近他，云霓裙摆一掀，那毒虫便触碰到了裙摆。裙摆一落下的瞬间，毒虫瞬间退出了好大一圈。云霓稍微松了一口气，抬起脚尖便往里走。毒虫不伤云霓，不伤云霓姑娘。云霓摇了摇头，急急地便转身朝里面走去。突然脚掌心被一只毒虫咬破，甚至还顺着脚掌爬了上来，痛得他浑身发抖。果然他离不得这裙子，假货便是假货，真不得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啊？真的好眼熟啊，这也太眼熟了。哎呀，这个地儿我来过。你来过什么？你才2岁半呢，你去过哪儿啊？我去过呀，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。我记得以前顾家也有个陵墓呀，也是玉石铺地，大家还偷偷抠地面上的玉石，最后那些人都莫名其妙烂了手，好可怜哦。而且那时候顾家不是开了棺材认了个祖宗回去吗？那祖宗长得可好看了，是韶光叔叔亲自烧的呀。顾韶光震惊地看着他，你他妈的还是个人不？那时候你从棺里抱出来可有半个月，老子防来防去愣是没防住你呀，让你给我戳穿了。完了，我烧了云瑶尸体的事儿捂不住了。饶是秦小富都惊呆了，满脸惊恐地看着顾韶光。我操，我知道了什么？当年是顾家老祖宗偷了云瑶的尸体，还挖了整个陵墓回去，当做自己家族的传承。我操，太不要脸了！更不要脸的是他自己躺进去了，不知道又被谁给扔出来，将云瑶抱了回去，导致顾家老祖宗被喂了黑狗，尸骨无存。我操，真是丧心病狂啊！如今顾家后人顾韶光又将云瑶的尸体抱出来烧了啊！不对，就是我欢姐的前世被顾韶光给烧了啊！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？相爱相杀到这个程度，太恐怖了，辗转1000年都能相杀上。不对呀，你小子又说多了吧？你才2岁半，你小的时候，你1个多月的事情还记得啊？给我悠着点儿。秦小富捏了捏涂善的脸颊，紧跟着众人进去了。啊，竟然是真的哎！这布局跟顾家陵墓一模一样，传承了1000年啊！
这居然是偷的别人的陵墓，连老祖宗都是偷别人的，这顾家先祖也太鸡贼了吧！秦欢对这一切倒是没什么想法，云瑶的情情爱爱似乎对他没有半分影响。至于那陵墓，最后不还是他躺进去了吗？他也没亏。左师奶奶，您请看，这便是您当年躺过的墨玉棺材。弟子无能，只能如此了。上面的阵法，弟子做不到啊。不关你的事，你已经尽力了，过去之事便过去吧，只要能回到他身边，一切都好。哼。东城第38代守护者拜见祖师奶奶。祖师奶奶辛苦了，让祖师奶奶在外受苦了。祖师奶奶，求您原谅。云霓左右环视一周，瞧见秦欢等人站在不远处，眉头轻蹙。左师奶奶，那是北渊人，他们信奉神尊，与东城信仰不同，他们对祖师奶奶并无不敬之心。哼，不妨事。云衍他为苍生从来就不是想要获得尊敬的，他不是那种为名为利的沽名钓誉之辈。大国师顿了顿，总感觉祖师奶奶是在隐隐指责神尊乃是沽名钓誉之辈。是呀，神主大人才是天地间的功臣，弟子一定送祖师奶奶与神主早日团聚。云霓神色凄婉，只含笑不语。河神，河神，祖师奶奶回来了，咱们的祖师奶奶回来了。祖师奶奶刀枪水火不侵，陵墓中的毒虫也不伤她。祖师奶奶回来了，河神，你的主子回来了。云霓站在泪河边，众人都簇拥着他。只见他蹲下身子，举起一盆水。我回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船娘面色微冷，转头便划着船往河上去了。到了无人处，直接纵身一跃进了水里，飞快地游了回来。是河神大人，真的有河神大人！只见那河面上突然冒出了一抹金色。天呀，天呀！是金鲤，是金鲤，真的有金鲤！传说是真的，金鲤只有祖师奶奶能召唤。它游过来了，天哪，它跃出水面了！只见那金鲤的游行速度飞快，直直地朝着云霓而来。原来心魔说的是真的，原来这世间真的无人能看破我。他模仿云瑶的神态，模仿云瑶的一颦一笑，已经无数年，所有的形态都已经刻在了脑子里，几乎没有半点不同。便是真的云瑶站在他面前，他也只会比云瑶更像云瑶。祖师奶奶，这便是当年您放生的那条金鲤，它如今已是泪河河神，专为守护这一片水域。鲤鱼跃龙门便能得道成仙，这金鲤如今可成了精了。瞧瞧，祖师奶奶回来，她便感应到了，您可以摸一摸，只有您可以摸一摸它。相传金鲤已经可以成仙，但是一直在等祖师娘娘您回来，她替您守着这一条泪河，没有您的允许，她也不会离开半步。祖师奶奶小心些。她认识我，不必担忧。说完便伸出白皙修长的手，朝着金鲤的脊背摸去。手刚一落到金鲤背上，一直在水中游玩的金鲤突然抬起双眸看向了他，那双眸子冷静睿智，仿佛有着洞悉一切的目光，正直直地看向他，哪里有半点尊敬。一直在水中游玩的金鲤突然抬起双眸看向了他，那双眸子冷静睿智，仿佛有着洞悉一切的目光，正直直地看向他，哪里有半点尊敬。云霓心中一顿，还未收回手，便见那金鲤猛地抬起了尾巴，朝着他的脸颊啪的一声打去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金鲤抬起了尾巴，一尾巴甩在了祖师奶奶的脸上。秦欢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抬手杵着额头，脑瓜子疼。这家伙竟然如此孩子气，众人都没反应过来，几乎被这惊悚的一幕惊呆了。还不捞你们的祖师奶奶，等会儿扶上来了。大国师这才回过神来，扑通一声便跳进了水里。众人都讷讷的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待大国师以及一众弟子将他抬起来，脸上的红色痕迹越发明显。
说好的锦鲤来报恩的呢，这完全就是来报仇的啊！什么仇什么怨呀，简直丧心病狂啊！秦小富一面摇着头，面上的笑容却灿烂得很。百姓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国师等人将他带走了。到底是不是祖师奶奶？你说他不是，但他过了所有的考验，甚至能进祖师奶奶的陵墓。你说他是吧？可河神一尾巴将他脸都拍烂了，总不能河神忘恩负义吧？先等等吧，看国师大人怎么说。咱们先回去给祖师奶奶上几炷香。这一尾巴就打散了众人的尊敬，饶是秦欢都没想到，那家伙看着温温柔柔的，竟然这么小心眼儿。不就是看那张脸和我以前相似吗？秦欢摇了摇脑袋，一脸无奈地走了。回去时正好遇见船夫大包小包地赶回来，瞧见秦欢，面色猛地一变，拉着2个儿子便退到了路边，然后吧嗒一声跪在地上。行人都诧异地看着他，秦欢却目不斜视地拉着秦小富和涂善直接进城了。爹爹，你做什么呀？你娘的救命恩人呢？那位大人回来了，我的妻子也能放心地上岸了。这些作死的，放着个真的不敬，去敬假的。不过那位大人好似对东城一切都没什么印象，对那位高高在上的神主，好似也没有媳妇说的那般痴爱。这真是怪了。欢姐，这船夫为什么跪下？来时都好好的。他妻子是河神，自然敬重我。哎呀，当年亲手放养的小东西，如今都长成了一方大佬呢，这感觉竟然还不赖。